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全新的 Mercedes-Benz EQE 350 Plus。这么巧，我遇到了一辆也是白色的 Mercedes-Benz EQS。如果我不告诉你，你能不能够从这个画面分辨出哪一个是 EQS， 哪一个是 EQE？ 因为它们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像，非常的接近。EQE 350 Plus 的售价是419,888块，EQS 就是698,888块。两台车子的价钱差了279千，27.9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就讲你买一辆 EQE 再加一个 C200 才等于一辆 EQS。那270千到底少了些什么东西？首先 EQE 就比 EQS 短了90个 mm， 再来它的电池比较小，然后设备方面主要有3个不见掉了的东西。EQE 就少了 Hyperscreen 超大的宽屏荧幕。第二个就是它没有 Rear Wheel Steering 后轴转向系统，这个东西 EQS 有 ，EQE 没有。第三个就是它 EQE 少了 Airmatic 空气悬挂系统，所以你是不能够在 EQE 上面去调整车身要升高还是要降低，它用的只是 Comfort Suspension， 主要是这3个最大的不同点。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不是 email 是吧？And let's move on. Action. 我要 ending 了。大马版 EQE 和 EQS 都用 AMG Light 套装，也都标配 Digital Light 像素式大灯。EQS 的前脸繁星点点上面有贯穿式的灯条 ，EQE 天色比较黑，看不到小星星，只看到大星星。Front bumper 下方 EQE 有2条。EQS 就要有3条，而且是镀铬饰条，因为在汽车世界里面 Chrome 就代表高级，最好是给它整辆都是 Chrome。长话短说 ，EQE 年轻运动 ，EQS 老神在在，从它下巴的银色胡须就看得出来。除了下巴，它的下盘也比较大。EQS 用21寸的 AMG 轮圈，26540R21。年轻人 EQE 就用19寸的 AMG 轮圈 25545R19， 标配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的 MO 轮胎。充电时间方面 ，EQE 350 Plus 用 90.56 kWh 的离子电池，支援170 kW 的 DC 快充，充到 80% 需要32分钟；用11 kW 的 AC 慢充需要8个小时15分钟。EQS 450 Plus 就用 107.8 kWh 的电池，它支援200 kW 的 DC 快充，充电时间更快，但是因为电池更大，充到 80% 也是需要31分钟。EQS 车长 5216mm， 比 EQE 长 270mm， 加长的地方主要是在后排的部分。如果说 EQE 的车头看起来比较朴素，比较简单，那车尾真的是没有分别。我花了一点时间来找出这2款车的车尾到底有什么不同。结果在我左思右看之后呢，我就发现到在 EQE 的车牌板下方呢，它就多了一点造型这样子。然后这个 parking sensor 的位置也有一点不同。Of course 它的 badging 啦，这边是 EQS 450 Plus， 那边是 EQE 350 Plus， 都有一个 Plus。Plus 就代表 battery 比较大。然后在马来西亚这2款车都是采用 Rear Motor 的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的版本。那国外市场有提供 4MATIC 4轮驱动，所以一般上在电动世界里面呢，我们讲到 4 Wheel Drive 通常都是前面一个 motor， 后面一个 motor， 也就代表这2款车无论 EQE 还是 EQS 前面都没有 front motor， 只有 rear motor。EQE 用 Sport Seat 运动型座椅，EQS 用 Comfort Seat 舒适型的座椅。那你看这个 EQE 的座椅里面呢，就用了 Microcut Microfiber 超细纤维材质，有点类似奥坎塔拉这样子的感觉，看起来比较运动化。EQS 的 Nappa Leather 看起来比较豪华，坐起来也比较舒服，你好像坐在沙发的感觉。还有这个 Luxury Headrest 豪华型头枕，也就是 Maybach 和 Rolls-Royce 等级的头枕。EQS 的车门内侧搭配了浅色皮革，有5星级酒店的等级。EQE 看起来就比较简单，比较 sporty， 比较 plastic。所以 EQE 跟 EQS 相比的话，就少了一点 wow 的感觉。55寸的 Hyperscreen 是 EQS 大厅内最贵的家私，连708,888块的 S580E 都没有 Hyperscreen。
EQS 这个17.7寸的中央萤幕让 EQE 的12.8寸 Portrait Screen 看起来黯然无光，好在周围有一闪一闪亮晶晶。虽然 EQS 看起来比 EQE 厉害很多，但是它累积的指纹和灰尘也同样很多。再来 EQE 的电子仪表板是独立式一片的，而 EQS 的电子仪表板就是镶在整个中控台里面的。有趣的是EQE 用的是 E300 的蜻蜓式方向盘，而 EQS 用的就是 E200 的 T 字形方向盘。当然，不管是蜻蜓还是甜水，都是相当反人类设计的 Touch Sensitive， 非常难使用的一个东西。马来西亚版本的 EQE 350 Plus 和 EQS 450 Plus 都标配了710 W 15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3D 环绕式音响系统，但是 EQS 前面这个 speaker 就是 Aluminium 盖，而 EQE 前面那个就是 Plastic 的。作为电动版的 E-Class，EQE 的轴距比 W213 E-Class 长了181mm， 因为是 EV 专用平台，所以地板中间没有凸起来的地方，比传统的 E-Class 灵活了很多。对于身高 178cm 的我来讲，膝部空间足够，但是头部空间就会比较压迫一点，毕竟 EQE 是一个像 CLS 这样子的流线型车身。如果 EQE 是 Premium Economy Class， 那 EQS 就是 Business Class，Premium Business Class 啦，它的轴距比 EQE 长了90个mm， 能够电动调整椅背的倾斜程度， EQE 就没有这种好康。美中不足的是这个 EQS 450 Plus 还是没有可以升起式的踏板，好像 BMW i7 这样子的 Executive Lounge。这个也是我没有把 EQS 称为 First Class 的原因。大马版 EQS 450 Plus 还标配了 Panoramic Sunroof 全景式玻璃天窗，还有 Rear Seat Package Plus 的配套，里面有2块 MBUX 高清萤幕，附赠2个 Wireless Headset。中央扶手处的地方还有一块 MBUX 的平板电脑，就是一个 Samsung Tab 啦。俗话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在 EQS 面前 EQE 看起来就非常的阳春，而且 EQS 还有一个大招，就是 Side Bag 侧气囊，它连安全带都有充气的功能S Class 就是 S Class。综上所述 ，EQS 450 Plus 比 EQE 350 Plus 多出来的这个279千，并不只是电池大小和轴距长度的分别，而是 Class 等级的差距。行李箱空间的部分 ，EQE 有430 liter，EQS 就有540 liter。首先 ，EQE 的后车尾门是这样子打开的，那 EQS 呢又是这样子打开的。由此可以见得呢 ，EQE 就是传统的sedan式开法，就是它的后挡风玻璃是没有升起来的。可是 EQS 呢，就是一个 hatchback、liftback、fastback 式的造型，所以你不要小看这样子的差别首先，它已经比 EQE 大了，然后它开启的幅度又这么大，你在放一些大量的东西的时候呢，是绝对比 EQE 还要方便非常多的。当然，不管是 EQE 还是 EQS， 它们的后座空间都比 Porsche Taycan 和奥迪 e-tron GT 来的宽敞。毕竟 Taycan 和 e-tron GT 是属于一个4门 GT 车型，但是 Taycan e-tron GT、EV6 和 Ioniq 5用的都是800V 的平台，而 Mercedes-Benz 和 BMW 目前都是400V 而已。在2021到2022年间，我试驾的电动车多数都是来自 BMW Group Malaysia 的，像 Mini Electric、BMW iX、iX Sport， 还有 BMW i4。我也到德国去驾了 BMW iX1， 到美国去驾了 BMW i7。那看似 BMW 的电动车多姿多彩，可是从2022年开始 ，Mercedes-Benz 可以说是奋起直追而且车型上面也非常巧妙的避开了 BMW。打个比方，像这个 EQS它的对手是 BMW i7 嘛，可是 i7 截至目前连发布会都还没有正式发布，这个车子已经交车，已经在上路走了。EQE 对的其实是 BMW i5， 截至目前 BMW i5 可以说是还处于一个 prototype 的情况啦，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影子。相信在2023年中或者年底，我们会看到 EQE 的对手BMW i5 面世，但这2款车其实目前在马来西亚都可以说是没有对手，因为另外一家卖电动车的豪华品牌 Volvo
则是将重心放在 XC40、C40，还有接下来的 EX90这种，几乎都是以 SUV 为主。所以你要找到这样子的车型，房车、掀背车、Fastback、Liftback 基本上都是 Mercedes 可以给到你这个东西啦。那我们相信接下来2023年我们会看到奥迪 e-tron GT 在马来西亚发布和奥迪 RS e-tron GT。所以这个卖419,888块的 EQE 跟这个卖698,888块的 EQS， 这两款车在马来西亚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我明天打算把 EQE 开回新山 ，on paper 它能够走669或者699，可是我来回新山大概也是用600多公里，这个东西我不是很确定。等下可能我会再另外做多一支 EQE KL to JB to KL 的影片。电动车没有气缸，没有 4 cylinder、6 cylinder、8 cylinder。它玩的就是 Sound Experience。我在介绍 EQS 的时候呢，我有介绍了 Silver Wave 跟 Vivid Flux。那 EQE 这边就多了一个叫 Roaring Pulse。OK，Vivid Flux、Silver Wave。OK， 我们去这个 Roaring Pulse。OK，3、2、1 Go。Vivid Flux。OK，Silver Wave。So 这台车子呢，它是 EQE 350 Plus 嘛。那在 Mercedes-Benz 的这个命名学里面啊，以前我们讲啊，200、300、350是用来衡量它的 CC 或者它的马力扭力。那现在通常都是用来 judge 说它的电动马达有多大啊，续航里程有多少。So 这台车子呢，它叫 EQE 350 Plus。等一下，一个很吵。我发现 Mercedes-Benz 啊，不管是这个 EQA 还是 EQB、EQC 啊，它的冷气啊，就是要就是很大，要就是不够冷，找不到一个 in between 的哦。OK， 我问了很多车主，都是给我一样的答案啊，可以猜。电动车有贴背感，这个就不需要我再跟你赘述了。我要讲的是啊 ，EQE 是2355公斤，比 EQS 450 Plus 轻了125公斤。轴距也短了90个 mm， 但短了90个 mm 不代表说它就灵活很多，因为这辆车子是没有 rear wheel steering 的。rear wheel steering 就是说你的前轴跟后轴可以呈现反方向的情况，让到你在近处狭窄的 car park 它可以非常的灵活。通常超过3200 mm 轴距的车子车商都会提供这个选项给你，就是说 EQE 你要买也是可以的。如果在英国的话啦，或者在其他市场，在马来西亚就没有，所以 EQE 就是 purposely 把它 spec 到比 EQS 阳春一点，比它高送一点。但你讲它高送，其实它已经很 full spec 了。你看419,888块啊，如果 compare to 那个接近410千的 E300 来讲，哇，它的 spec 是比 E300 好太多了。你看现在我们爬坡啊 ，OK， 我们去了 Dynamic Mode，OK， 我们去 Sport Mode 啊，3、2、1 Go。好唔真實啊，很不真實的感覺。所以我們把 Sound Experience 去到 Vivid Flux。哇！你 feel 到那個看到嗎？你 feel 到那個車子的動態啊，它的 dynamic， 哇，很挑戰一下，因為 you are carrying 我只是轻轻的点这个所谓的油门罢了嘛，轻轻罢了，因为565牛米啊，因为565牛米啊，全部是去你的 rear wheel 后轮，所以给你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跑车，懂吗？虽然这个价钱离跑车还有一段距离，可是真的是很重的嘛，接近2.4吨的重量，你轻轻随便一个 corner 点。哇！我跟你讲，你家这种这么重的电动车啊，你在每一次过弯哦，你真的要很清楚，很对它了如指掌，知道怎样去 predict 它。因为这个车用的是 comfort suspension 啊，你在过弯的时候，你会 feel 到那种漂浮感啊，真的是浮浓啊！Roaring Plus Go。哦
难 brake 啊，太重了。你看 U 灯，哇，不能 EQS 肯定过了。所以我跟你讲哈，有了 rear wheel steering 哈，长轴距不会输给短轴距。一点点嘛，懂吗？他就来了。OK， 回去 Eco， 因为我这次试驾不打算，现在我不打算加长了，因为我要打算开回新山，再从新山开回来 KL， 所以现在我要去 Eco Mode， 用一个相当保守的姿态来驾它。那现在回家的途中，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 EQE 的看法。Mercedes-Benz EQ 或者说简化为 Mercedes EQ， 主要有2种车型，一种是便宜的，一种是贵的。便宜的呢，就是将现有的燃油车平台把 engine 拔出来，把电动马达装进去，把 battery 塞下去，就形成了 EQA、EQB、EQC。那贵的 Mercedes EQ 呢，就是像 EQE 和 EQS 或者 EQE SUV、EQS SUV 这种是基于 EVA 平台打造。那 EVA 就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就是所谓的 EV Dedicated Platform， 就好像Kia EV6、Hyundai Ioniq 5用电动平台，那 Porsche Taycan、Audi e-tron GT 用纯电动平台。那毫无疑问的 EQE 在马来西亚来说，因为它跟 E300的价钱真的没有差很远，所以它就能够直接接收现有的 E-Class 车主。E-Class 车主在马来西亚的数量不少啊，E-Class 5 Series 这种价位的车子啦，或者你往上调到去X5 EQE， 我相信如果你是住在城市的话，你在路上看到 E-Class GLE X5 X5 跟5 Series 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能够直接接收现在的客户。如果你问我 Mercedes EQE 有什么缺点的话，就跟大部分大电池的电动车一样，就是重，它的 body roll 非常明显。续航里程根本没有得好挑剔了的，因为90 kWh 啊，如果我们用 mini electric 来讲，它等于是3辆 mini electric 的 battery 塞进去里面，所以它一辆电动车就等于是3辆小型电动车的总和了啦，所以没有得去嫌它了。就算我给你E300汽油车，你打满油，你也最顶多能够走我看400-500公里吧，但你还是要考量到这个级别车子他们的顾客群有没有拿来烧 call 呢？有没有拿来配玩？如果没有，只是 JVKL 长途行驶去上班踩，不能brake。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难 brake 啦，还是 brake 得住。因为有一个东西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你电动车做到怎样，当你要 carry 这么大的重量，这个是很简单的物理原理来的啦。就你驾这一辆车，我不管你1000匹、2000匹啦，你走停。走停，那个感觉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啦。你越轻，那个感觉越微小。给猜，没有爬坡这件事情。你驾了电动车，所有的斜坡都变成是。你看几好，来跟我讲一个 sharp curve。你驾了所有的电动车过后，再也没有斜坡这件事情啊，只有你的脚板大力还是轻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隔音，我到底要嫌这条路烂呢，还是要嫌这个这个车的颠簸感？路烂啊，路烂啊！哎，搞了嘞，我栽嘞，不怎样关掉这条路，我经常走，1个星期走好几次，舒服啦，是舒服的。讲都是一辆E-Class 3200，差不多3000多 mm 轴距的车子，很难不舒服啦。可以过吗？红灯啊，又红绿灯了。呀，